白宫的封杀榜啊，现在又瞄准了月之暗面。月之暗面呢，正式发布的第3代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啊，2.8万亿参数，全球最大开源模型，一脚就踹开了 Arena 编程榜的大门，力压 Cloud Fable 5和 GPT 5.6啊。硅谷还在消化这个技术上的消息呢，华尔街直接就崩了。继 DeepSeek 时刻之后，又来了一个 Kimi 时刻，这一惊一乍的啊，以后这时刻还多得很呢。那《华尔街日报》7月20号报道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高管啊，最近频繁的往白宫跑，核心要求游说就这么一条：中国的 AI 太便宜了，性能还不输我们美国，若不快速封杀他们啊，美国的市场可就没了。白宫呢使劲一翻，掏出了一份搁置了快1年的封杀方案，核心逻辑呢就是限制美国企业和个人使用外国开源 AI 模型，说的倒是很轻巧。可是现在因为价格优势，美国70%以上的初创科技企业用的都是中国的开源模型，美国第一次遇到了保大还是保小的历史级难题。保大企业封杀我们的国产模型，对我们这种开源模式影响其实并不大，但是美国小企业通通都得陪葬。那如果不禁止，美股就先受不了了。现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估值体系它的底层逻辑就是垄断嘛，给大家讲过，是坚信美国闭源大模型有着不可逾越的技术代差，能够通过垄断 API 调用形式长期的暴力收割，进而呢支撑起英伟达这种算力上游的无底洞的需求。结果呢 Kimi K3 一出来不仅性能摸到了闭源的天花板，最要命的是它还是完全开源的免费开放权重，这相当于在全球任何一个开发者，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零成本的把一个原本需要付巨额过路费才能使用的尖端模型搬回自家的服务器上。API 调用价格直接被 Kimi 打到了海外巨头的 60% 左右。这对于我们全线开源的大模型生态来说，它就是个产品迭代。可是对于美国 AI 商业模式的根基来说，这简直就是刨了祖坟了K3 发布的72小时内，美股 AI 板块直接蒸发了4700多亿美元，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周重挫 12.5%。华尔街的恐慌是中国能用自研的混合专家框架，在极其逼仄拿不到最先进芯片的算力环境下，硬生生的靠算法效率革命跑出这个成绩，那就意味着全球 AI 算力需求的无底洞预期需要打折扣了。原本的估值逻辑，闭源模型的这个溢价泡沫，随时它就有被戳破的风险。面对这种垄断的鱼塘漏水了的局面美国那些平时高喊自由市场的科技小天才，瞬间就变成美少女战士了原地变身，就要代表国家安全惩罚我们。市场竞争不过，就直接拿国家安全问题说事儿，直接就去找大统领告状了。Anthropic 的反应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气急败坏。CEO 阿莫戴伊老对华鹰派了之前就四处宣扬不能让我们发展 AI， 甚至认为说卖芯片给我们那简直就是卖核武器。核武器我们也不用你的。这次 K3 一出来他们家的公共政策主管这个萨拉赫克和首席算力师汤姆布朗立刻就牵头跑去白宫，跟白宫的官员们密集的游说。白宫内部现在的工具箱呢，虽然都是现成的，但都是用了又用然后毛用没有的玩意儿。要么是搞实体清单制裁，不让美国企业跟中国 AI 公司合作，要么呢就是那个老公一装屁局长才辞职的这个国安局发布软性警示，靠造谣模型有后门来制造恐慌，再或者直接下行政命令拉高合规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本来就是开源的，你爱用不用，提高的是你们自己的初创科技企业的成本，拖慢的是美国国内产业 AI 渗透率的速度。要不怎么说人就编不出自己没干过的坏事呢？商业竞争不过就哭着去抱政府大腿，然后说这个补贴啦，那个不公平竞争了，连个证据都不需要，然后就给别人扣帽子就行了。到底是谁在干这个事情呢？那大统领今天又要因为强迫劳动对10个国家和地区加税，你猜他们现在的劳动环境怎么样？实际上就像美国知名 AI 学者加里马库斯说的那个大实话一样，中国模型追平它已经是个既定事实了，美国不可能在这场零和博弈里面获胜那现在这帮 AI 巨头为了保住自己的这个垄断利润，非要拉着整个美国的国家信用去搞封锁。不过呢，董王的团队里最不缺的就是草包，到底他们保大还是保小？就让他们自己在游说、给钱、买政策的这个恶性循环里制造这种没卵用的 GDP 吧美国的封锁永远都是在成就中国人无尽的创造力和永不屈服的品格的。航空封锁，我们独享空间站；GPS 迫害，我们现在北斗全面突围；算力围堵，同样逼出了我们国内 AI 的独立生态。Kimi K3 这颗深水炸弹不仅炸塌了美股其实也顺道把港股的大模型第一股这个质朴误伤了。2个交易日蒸发了超过3000亿港元那表面上看呢，这是
极其残酷的商业互殴。但是呢，其实再往深层一看啊，这也是一段极其硬核的清华师生传奇和完全不同于金融逻辑的一套产业逻辑。质朴的创始人唐杰啊和月之暗面的创始人杨之琳是正儿八经的清华计算机系的师生。当年杨之琳在唐杰教授的知识工程实验室里做研究，两个人甚至还是后来撑起支付技术底座的 GLM 原始论文的共同创作者。老师走的是学院派稳扎稳打的路线，做出了中国大模型第一股；学生走的是精英派单点突破的极限操作，用更激进的迭代硬刚全球天花板。老师前脚刚用 GLM 5.2 拿下开源第一，学生后脚就把 K3 天花板又顶穿了一遍。上市公司的这个股价虽然被自家学生的新产品砸了一个深坑，但这说明的是什么呢？真正说明的是在这个赛道上，在我国根本不存在什么单一的技术垄断，我们正在全面的多点开花，在内部就完成了最高强度的达尔文的演化。从中国人工智能科学奠基人张博院士，到孙茂松教授，再到唐杰，最后到90后的杨之琳，这是整整4代科技人，将近半个世纪的学术血脉的传承。你看今天百川智能的王小川这个面壁智能的刘知远，以及 Minimax 的严俊杰，中国大模型创业的半壁江山全是从这个生态里长出来的。美国可以封锁芯片，可以限制算力，但没有办法把这些长在我们自己土地上的顶尖大脑给清零。算力被卡脖子，反倒倒逼我们把有限的算力榨干，把算法优化做到极致。实际上 Kimi 这次彻底导向开源，在很多人看来是有点被逼无奈的，因为我们在全球 C 端流量和渠道上确实拼不过微软和谷歌。但是如果跳出来从更长远的产业端来看，这其实是一次完美的换道超车。我们正在完成全面的定价权的重构。原本 AI 的定价权是靠闭源算力和生态惯性来绑定的，如果我们也在这个生态里想重开一桌，那就得自损800。可是现在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被隔离出来的那现在的技术垄断这个鱼塘就被我们的科技技术凿穿了水坝了。中国主导的开源模型、免费的权重、超低的部署成本，就重新构建出了一个新的生态。以前大家都觉得开源只能做中低端， K3 证明了开源不仅能做顶尖，还能在特定领域超越闭源。当全球的开发者，不管是欧洲的、东南亚的还是中东的，发现自己不需要受制于美国的保险管道和高昂的 API 定价的时候，随时能用上中国提供的稳定便宜，甚至可以本地部署的顶尖模型的时候，中国 AI 企业就从单纯的产品提供者变成了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公共品提供者，也就是权力的掌握者。这就跟我们绕开 Swift 体系构建一套平行的底层结算网是一样的。你的闭源护城河建得再高，我在旁边挖了一条免费的，那你的这个城门岂不就是形同虚设了吗？只能隔离你自己。Kimi K3 引发的全球的震动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经从跟跑者成长为并跑者，在某些细分领域甚至具备了领跑的实力。它也标志着全球 AI 格局从美国一家独大正式进入到中美双雄并立的新阶段。回望整段历程最令人感慨的不是技术参数的突破有多么的振奋人心，也不是市值的估值反复的飙升让人看不清头脑，而是我们的科技血脉的传承和这个精神内核在不断的演化。凭什么中国人就要被按在全球分工的底层当牛做马？科技上也少给我们整那个王侯将相的一套，航天我们冲出了围堵，而芯片封锁下依然埋头苦干的中国 AI 人还在不断的拼杀，黎明已在前方。中国科技人用实际行动证明，封锁挡不住人才的成长，算力限制不住创新的智慧。当然，我无意神化任何公司和产品， Kimi K3 也只是我们科技万里长征中的一步，前面还有更难的山要爬，更远的路要走。我只是腻歪了有些自媒体习惯性的拜科技洋神那一套。最伟大的英雄主义本就是属于每个时代勇担使命的普通人的。白宫的焦虑，硅谷的恐惧，资本市场的波动，甚至有人借着波动的唱衰我们的这个技术和成就这些都是中国 AI 成长路上必然会遇到的风景。外界的反应越激烈，反而就越说明我们走对了路。只要坚持自主创新，坚持开放合作，坚持人才培养，中国的 AI 就一定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贡献中国的解决方案。这个时代最大的幸运就是我们有幸见证并参与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DeepSeek 套定律 Kimi K3 到目前为止都只是这场革命的一个精彩的序章，你看懂了吗？